我传输到全球冰封，嘎了天命之子叶晨后，又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带往了主角为张毅的全球冰封，还连小弟都一起带过来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强子，不错哦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干正事了。怎么样？我家这个面积要多长时间完成？20天左右，改建难度不大，保证能在规定时间竣工。张毅，你好啊，这人谁啊？我可是重生而来的天之骄子，可是要在冰封之中大放异彩的主角，哪来的狗在这盈盈狂吠？你好，张先生最近有装修计划，我是他请来的装修师傅。哼哼，装修？你他妈用得着请龙腾安保的人过来装修吗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立刻让张毅和他身后的建筑师神情一震，看向对方的眼神都充满猜忌。龙腾安保是全国出名的安保集团，个人安保为富豪修建末日避难所，这些业务都在他们的范畴之内，而且他们都会严格遵循保密协议，绝对不会对任何人泄露客户半点信息。我从重生到现在，从没跟任何人泄露过末世的事，更不可能暴露自己要打造避难所的信息，肯定是对方泄露的。他妈的，把我信息泄露了，还这逼表情。牛哥，你这是啥意思？这是我家，请你出去。你家？你怕是还活在梦里吧？从今天开始，这房子归我了。牛哥，这就不对了吧？这是我父母离世前给我留的，怎么就成你的了？自己看。我一挥手，一个小弟将刚刚传真过来的借据拍在茶几上，借据上字迹清晰，明明白白的写着张毅将房子以400万的价格抵押给了水牛集团，而我被安排的身份正是这集团的老板。你把房子都抵给我了，那按照合同来说，这个房子现在就归我了。房子是应对冰封的重要一环，没有建筑的庇护，在外只有被冻死的结局。已经经历过一次冰封的张毅深知其重要性，绝不能放任他将房子夺走。牛哥，这个钱我是拿来周转的，房子我是抵押出去了，但是2个月后我不也会还钱吗？哦，给我700万，我现在就走，否则免谈。700万，你也太黑了吧！我才借到400万，现在居然要还这么多的钱。张毅气得咬牙切齿，但越是这样，我就越开心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钱一天不还，房子一天不给。现在这个阶段，张毅对我这样的人没有任何办法，可身为气运之子的骄傲却不会让他轻易低头。曾阿牛，做人留一线。哼，谁允许你用这样的态度跟我说话的？此时，愤怒充斥着张毅的大脑。他重生归来是要将所有人踩在脚下，而不是像现在一样，还是被人欺压。预期和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。张毅即便被压跪，但依旧直勾勾地盯着曾阿牛。怎么，你不服气？不服气也得给我还钱。你要是在没还清账之前敢踏进这个房子，老子打断你的腿。等冰封来临，你在我面前就只是蝼蚁。今日你让我经历的，我定会让你加倍奉还。今天我认栽，钱我会还你，但是你也别得意，记清楚，今天你对我做的一切，你会有后悔的一天。哦，这样啊。行了，把他给我丢出去吧。要不是那个叫系统的东西不允许嘎了张毅，直接把他嘎了多省事。我主要是担心嘎了张毅之后，万一气运降临到一个更牛批的人身上，我的生存难度将大大增加。而且除此之外，张毅还有利用的价值，因为只要我打压气运之子，就能获得系统奖励。恭喜宿主阻止张毅修建避难所，并且第一次出手干涉原故事进程，新手奖励已发放，是否领取？领取。获得格洛克 G17 手枪6把，45子弹300发，4级防弹衣12件，所有物品已储存到系统空间，当前空间大小100平方米。卧槽，这东西都能搞到，这系统也太离谱了吧！除此之外，空间异能的回归也极大的减轻了我修建庇护所的压力。没想到我的空间异能又回来了，虽然是克扣版的。随后我手一挥，从空间召唤出5把手枪、1箱子弹和5件防弹衣，都过来拿，你们一人1把拿去防身。老大，你太牛皮了，这种东西都有。是啊，老大，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摸这东西。对于这些跟着我一起穿书过来的小弟，我那是100个放心。好了，都收起来吧。强子，你脑子比较灵活，给我盯着张毅，随时汇报他的情况，发现什么就立马打电话，听明白了吗？老大，我办事您就放心吧。安排了人手盯着张毅，我也得为冰封做准备。上一次穿到了冰封后，想要准备什么都来不及了。这一次我也要体验体验那朴实无华的生活。比起张毅，我这个反派有更多的人手和资源，最主要的是我还有更多的钱。阿峰，给我把张毅楼下2层的房子全租下来，刚好那几层住户不多，让他们体面一点。他们要是不体面，你就帮他们体面。解决了这2件事，我便开始着手安排打造安全屋的事。龙腾安保肯定是不会跟我和张毅合作了，但好在我替换的身份是个道上的人物，照着不少人的生意，找一家靠谱的建筑公司，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。最后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这系统真扣，我夺了叶晨几万平的空间，才给我这么点。毕竟空间越大，什么大鱼大肉到时候都能塞进去，时间静止状态下完全不用担心腐烂。100平的空间够谁用的？想要扩充空间，便需要打压张毅。突然我想到了一个人，走吧，跟我去找个妞。刘大爷，就是这了，把他给我打开。周医生，觉睡得安稳吗？要不要我来陪你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报警了。哼，小婊渣，你他妈最好给我老实点。对于我来说，嘎了你和办了你没什么区别。不要啊！闭嘴！老大威猛啊！好想加入进去啊！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等停下来后，周可儿如同一个失去了灵魂的死物，静静地躺在床上。恭喜宿主强占女主，系统空间扩充至300平方，奖励物品悍马装甲车，奖励车辆不占用系统空间。小磊，你待会给我把这个女人搬走，关到我卧室里，给我盯紧她，别让她跑了，更不能让她死了，明白吗？好嘞，老大。正好李若冰没过来，少了个医生，这个周可儿刚好可以代替了。谁呀？是我，阿峰。老大，23到25层已经清理出来了，只有张毅家旁边有对小夫妻，其他房子没人，加上你家和周可儿家，一共6户。干得好，你让小弟们先散了吧。这3层的所有房子如今已经全部到手，那便可以开始修建庇护所了。我翻着通讯录思索一会，选择了一个号码便拨了过去。牛哥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别紧张啊，李老板，这回找你不是问你收保护费的，我有一笔生意想找你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当然没问题呀，牛哥，是您朋友家房子要装修啊？是我房子，这件事比较复杂，等我现在去你那边跟你详谈吧，等着我。我这回装修有点不一样，钱没问题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得下。大生意呀，牛哥你放心，论装修，咱们天河这一块我是最好的。您想怎么装，尽快说。我需要避难所，安全程度必须要可以抵御世界末日级别的，并且要上下3层都进行改造，你这能吃得下吗？牛哥，您不会惹上什么大人物了吧？不该问的别问，你只需要好好回答我老大的问题就行了。这一幕将李荣吓得直冒冷汗。能办到，您想要什么时候完成？半个月左右，最长不能超过18天，这是我的底线，要是完不成，你知道后果的。牛哥，你放心，我让所有工人这段时间全都把其他活停了，就专门帮您改造，时间上绝对没问题。看着李荣把胸脯拍得噗噗响，我心中还是有些顾虑。这搞装修的现在修避难所，跨度这么大靠谱吗？别是为了稳住我，故意说没问题，结果时间到了以后，交给我个豆腐渣工程吧。面对我稍显阴沉的表情，李荣作为老生意人，一眼便能看出我的想法，随即拿出了平板，点开一个图片之后便放在了我面前，开始给我介绍方案。墙壁的话，我们就采用230毫米合金墙壁，它重量更轻且比钢铁更为坚硬和更耐高温严寒。您住的是楼房，如果墙壁太重，这避难所就变成了飞天棺材盒，这个合金就正好合适。大门直接对标银行金库大门，但是它那个太重了，我会把材质替换成合金，无论是爆破还是火烧都巍然不动，而且锁眼加装防钻功能，保证锁芯的绝对安全。玻璃选用最高等级防弹防爆玻璃，并且是单向通过内嵌灯光的方式，以此保证外界无论如何都无法看到里面。也可以通过调节灯光的方式变成双向通风系统，采用最高等级，一切有毒气体和灰尘杂质全都能够过滤掉，保证室内空气环境的健康。最后，以末日级别来判断，我们可以再给您加装壁炉，通过管道可以把热量传输到全房间的任何角落。不过牛哥这点你要注意，我们弄完以后，房屋隔热能力将会很强，烧的时候火别太大，不然热。听完李荣的介绍，我心中最后的那点疑虑也被打消了。你要改造的一共是3层，其他楼层的门全都给我封死，只留2层一道门，并且还需要把1层做成储藏室，不用变成冷库，但防护等级别给我少，所有楼层每一个角落都给我加装监控，能做到吗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那这件事就交给你，我就不操心了。牛哥，这方案钱方面要的有些多，不知道能不能？放心，我有钱，我先预付定金，剩下的今年给你结清，没问题吧？牛哥名声我是清楚的，您就先预付700万，可以吗？刷卡。回到家后，我看着卡里还剩1300万的余额，陷入了沉思。到了末世，钱就如同废纸和数字般一文不值，要是花不完，这些钱就砸手里了，买吃的喝的。要是用预付的方式，即便是全都订米其林餐厅，把空间装满了，也最多能花掉100万。买车，末世来临之后，停在外面的车基本都被雪给覆盖了，能不能挖出来都是个大问题，那只能囤枪了。有粮没有枪，你家是粮仓；有枪没有粮，处处是粮仓。想要弄到这些玩意的需要渠道，不然以龙国来说，再有钱也白搭。刚好我倒是知道一人。牛哥，张毅他在我们单元又找了个房子，而且就在我们楼下。哦，打听清楚是谁了吗？打听清楚了，是一个已经不在这边住的老头。张毅给他了5万1个月的租金，那老头想都没想就直接同意了。我们打电话过去威胁他，让我们有本事就到他老家弄死他，不然就要把房子租给张毅。行吧，我知道了，你继续盯着他，有任何情况继续打电话汇报。将手机挂断后，我眯眼思考起来。张毅作为天命之子，基本上面对任何事情都能够逢凶化吉。在天命没有被剥夺之前，系统不允许搞死他。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怎么解决系统，我还并不打算忤逆系统。算了，还是慢慢蚕食吧。心中已经确定好了对付张毅的方针，我便回到房间沉沉睡去。喂，什么事？老大，张毅那小子在酒店订了上百桌的饭菜，给他送过去了吗？没有，被小区门卫拦下来了。酒店负责人现在正在小区门口给张毅打电话呢。你把车给我看住，在我来之前带着兄弟们把他们拦住，我马上过来。老大，您来了。牛哥，您来的正好，看看弟弟我现在都能被小区保安欺负了。你们这么多车进来，我当然要问清楚情况，除非让订你们饭的业主出来，不然我肯定不会让你们进去。哦，有胆色，不愧是在剧本当中张毅的伙伴。右季超咽了咽口水，即便是心中发自本能的害怕，依旧没有后退一步。他已经闭上眼，准备迎接狂风骤雨般的群殴。
干得好，右大叔！有你这样的保安看小区的大门，我们作为小区的业主才能放心居住。右大叔，我作为小区的业主肯定是向着你的。这人刚才骂你了，你想怎么解决？牛哥呀，这事情没这么严重，用不着动手，让这人道个歉，然后先让他们回去，等联系上订酒席的业主，他们再来就行。听到没？赶紧道歉，然后带着你的人滚，跑到老子小区闹事，再让我遇到，会给你卸了。对不起，右大哥、右爷爷，刚才我出言不逊，骂了您，实在是对不起。我现在就带人回酒店，没有您同意，我绝对不会进去。右大叔，怎么样？这个道歉接受吗？如果不满意，我帮您给他长点记性。牛哥，可以了，赶紧让他们起来吧，下次来让他们提前跟业主打好招呼就行了，这样我才能放心让他们进去。听到了吗？好在右大叔大方，没跟你们计较，1分钟内赶紧滚，慢了就留在这吧。等一下，右大叔，这些人是给我送饭的，让他们进来。张毅的声音从小区中传出，我心中觉得有些可惜，但也早就预料到会出这种事，毕竟天命之子的东西哪有这么容易拦截的。张毅瞥见被我搂着肩膀的右继超，他本来想热情的跟右继超打招呼，但看到这架势，上一秒还挂着笑容的脸，此刻立马阴沉起来。这勾肩搭背的模样，难不成他俩关系不错？右大叔，看来我看错你了。本来张毅凭借右继超上一世的作为，对他的印象不错，还想与他在末世来临后成为同伴。小张，这些餐都是你订的吗？你这是要办酒席？这怎么一次订这么多啊？一个人能吃完吗？要不你给我们分分？这张毅最近是中彩票了吗？我昨天不还听说他欠了牛哥钱，连房子都被收走了吗？真是觉得还不上，彻底摆烂了。我来的时候，这些邻居不敢议论我，但张毅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超市管理员，瞬间开始窃窃私语起来。张毅，你订这么多菜是打算干什么？这几车拉进去，你家能放下吗？用不着你管。哟呵，有钱不还，偷偷给自己订这么多菜。我说了，钱我2个月后就会还你，现在是我生活上的事情，你无权干涉。哦，你现在租的房子才100多平，这些东西怕是搬都搬不进去吧？我作为小区的业主，担心你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居住环境，你要是不解释清楚，这几车东西绝对不能开进小区。是啊，这么多车东西说进来就进来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谁能负这个责任？没错，右保安，我们都知道你跟张毅关系好，你不会包庇他吧？乱说什么呢？这是跟右大叔有什么关系？哼！大家放心，右大叔是我们小区中工作最为认真负责的保安，即便是他和张毅有些私交，也绝对不会包庇的行为。右保安，这张毅行为太可疑了，这么多饭拉到家里面，别说吃了，塞都塞不下。为了大家安全考虑，绝对不能让这些人进小区。曾阿牛，我正常买卖，这些菜就算是吃不完，你也没有管的道理。右大叔，赶紧让他们进来。右继超被夹在中间，他也犯了难。他和张毅私交确实不错，经常会找张毅买一些超市打折的东西，帮他省了不少钱。而我这边代表着全体业主的诉求，出于自身身份考虑，把这些车放进去肯定说不过去。小张啊，不是大叔我不放这些车，是大家都不同意。不如你现在换个地方摆酒席，我帮你联系地方。右大叔，我就是正常买卖，不信的话，我让他们把车打开，让你们看看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。打开看了就能如何？业主们都不想让车进去，只要想找借口，有1万个理由让这些车开不进去。小张，抱歉，你还是让他们开走吧。张毅看向右继超的双眼满是失望，没想到自己如此看重之人，竟然跟曾阿牛联合一起来与他对着干。你们这些人我全都记下了，到时候一个都跑不掉。呸！就你一个小小的超市管理员，还威胁上人了。右大叔，你做的是对的，我们大家都很支持你。可是小张平常的时候帮过我不少，我这样做会不会寒了人家的心？这是哪里的话？右大叔，群众和个人的利益孰大孰小，你应该能分清。要是张毅真的是个明白人，他根本不会怨恨你，所以你就别多想。右大叔，最近市场不景气，可能物价会有波动，你家里面赶紧囤点吃的。是吗？那多谢牛哥提醒了，举手之劳。对于拉拢右继超这项计划，我认为还是必要的。在原剧本中，右继超重情重义，还是一个肉盾型异能者，谁会拒绝在末世之中拥有一个人肉盾牌呢？恭喜宿主成功引导气运之子和同伴反目，系统空间扩充至700平方。很好，空间又扩大了，不错。老大，您回来了。这2天辛苦了，到时候我让人跟你轮换，还是要保证休息。没事，老大，我还能顶得住。行了，我说的话你就别犟，这事就这么说定了。周款呢？情况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没有再继续闹了，但是现在不吃不喝，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。无所谓，只要不死就行。他妈爱吃不吃。嘿，别睡了，该干活了。不要啊！鹏子，记得让他每天吃饭，如果他还不吃就给我往里灌，软的不行就给我来硬的。好的，老大。这边的事情忙完，我又跟通知强子等人来轮流盯着，然后脑中计划着接下来的行动。而此时我家门口已经围满了。这个男人借我几百万打造安全屋，不仅不还钱，还在全球冰封后把我嘎了。牛哥，你昨天晚上叫人来装修，影响到大家休息了，你看能不能商量商量，
咱们休息时间就先停，也让大家能睡着觉呀。吵着你们，吵死你们才好。原著中要不是你们，张毅能嘎得了我？眼前的这些邻居在原著之中都是些小虾米，即便是嘎了，也丝毫不会影响到我与张毅之间的博弈。你们能不能睡着关我什么事？睡不着就给我戴着耳塞，还睡不着直接往楼下跳就能睡着了，还是永远都醒不过来的那种。曾阿牛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小虾米们见大妈敢这样跟我说话，纷纷感到震惊。我们知道你在天河势力大，但你也别想着和组织对抗，这样是没有好下场的。没有好下场，那我就看看我们两个谁的下场更惨。牛哥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啊，我们只是上来凑热闹，现在就走。走，你们踏马往哪走？动手！几分钟之后，地上已经躺了不少人，陷入了梦乡。警报声也从楼下传来。等他们上来时，纷争已经结束。一名小弟主动揽事，让我免于麻烦。是时候开始着手准备枪械的事情。什么事？买货。什么类型？你能弄到最好的，我要6个。还是原来的地址吗？100万一个，1个月后到。不行，太慢，加急。150万一个，半个月以内。那一共加起来得900万了。我被这狮子大开口的价格弄得一阵肉疼，但电话另一端似乎对两人交流中的停顿十分不满。需要的话还是原来的账户，我会派人送货上门，不支持任何预付。东西最近很难弄，放心，钱到位，东西尽快送达。说完，对方并没有与我确认具体事宜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真够拽的，不满归不满，我还是将钱给对方转了过去。而张毅这边最近就过得很不如意了，天河区内所有酒店我都打好了招呼，如果张毅找他们订购，一律都得拒绝。这也使得张毅只能找一些小饭店，一个个的去采买。甚至即便是这样，我也依旧派遣小弟将这些菜能够拦截的就拦截下来，使得张毅跑得跟狗似的，但收获却很少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动用人脉，让张毅修建避难所的计划实行的也相当坎坷。天河市稍微大一点的装修公司都不敢接他的，让他跑了3天时间，才终于找到一家愿意。而他那边工程刚刚开动，我又派人过去闹，尽可能延缓他工程的进度。而我把事情都交给了小弟，琐事也不用我操心，正在酒店享受着冰封还未来临的日子。老大，幸不辱命，避难所竣工了。好，我立马过来。李荣的建筑公司看来确实有点水平啊。牛哥，储藏层经过测量，一共有600平米，大部分是储存物资的空间，还有一些区域我们弄了2个隔间，分别可以放置发电设备和蓄水箱，2层加装了壁炉，热气可以通过管道直接朝1层和3层输送，配合上顶级的隔温，可以保证室内温度达标。除此之外，您自己居住的3层，我们也加装了一个弹射平台，除了可以弹射一些物品外，也可以通过弹射平台逃生，降落伞到时候会自动打开，无需手动操作。正当我准备夸赞一下李荣办事靠谱，李荣却露出一丝暗笑。牛哥，除了这些以外，你一个人跟我来。牛哥，我们在这段时间想尽办法将监控布设到了整个单元楼，这单元中只要住人的屋子，我们都想尽办法给他们安装了。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监控所有人，也能在手机上直接查看。李荣这是办的让我挑不出任何毛病，监控中每一户的场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甚至还有一对男女在做运动，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避难所的信息给您全部介绍完了，剩下的钱牛哥您只要在年末结清就行。放心，到时候1分钱不会少。对于这样的喜事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庆祝一下的。鞭炮就不放了，因为对于放炮这件事，又不一定要鞭炮。老大好棒！不错，有了安全和火力，物资也在源源不断的运送到避难所中。小区门口的人都诧异的看着搬运工一趟趟朝着我家运送，纷纷打趣我是不是疯了。右季超甚至打来电话来关心我，但我也并没有与他过多解释，只是提醒他赶紧囤点东西。只有张毅嗅到了不寻常的气味。这个时间点，他应该准备去搬空超市了吧？我打开监控，正如我猜想的那般，张毅稍微在家中待了会儿，换上工作服便出门去了。把所有能叫上的兄弟全叫上，立马去沃尔玛超市，我们要干件大事。沃尔玛，全球连锁的大型超市，其中的商品种类应有尽有，也是张毅工作的地方。在原剧中，张毅便是将整个沃尔玛的仓库搬空，这些物资让他把冰封变成度假。所有人苦苦寻找食物，为了一袋泡面不惜铤而走险，而张毅却在家中享用着饕餮盛宴。这一次可绝对不会让张毅得逞。大哥，兄弟们，今天把你们叫过来是要干一件大事。这沃尔玛已经在天河开了3年了，但一直仗着自己的体量大，对我们并不尊重。我记得他们没搬过来时，这一块是我们罩着的，可他们来了后却不守规矩，那我们也不给他们留脸面了。小弟们源源不断的赶来，短短时间，沃尔玛门口便已经站了200多人。今天给我狠狠的砸，让他们这些漂亮国的人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。Oh my god！ 这些人是疯了吗？快让人去拦住他们！超市现在绝对不能有任何损失。约翰急得上蹿下跳，所有人都面面相觑，却没人动口。挣几个钱啊，用得着玩命吗？哟，这还有个漂亮佬，去把他给我拖过来。我拿着漂亮佬的手机不断翻查，脸色也越发涨红。手机中存有许多跟女孩的运动照片，甚至在国外的社交平台上还不断侮辱着龙国的女性，拽着我们龙国人的旗，骂着我们龙国人，还泄露我们的秘密。
不许动，都放下手中的东西。正当有人准备上来给我带走时，我直接将约翰的手机掏了出来。先等一下，这有个东西你们更感兴趣。另一边，张毅正焦急和失落的被拦在警戒线外，凝视着沃尔玛仓库。约翰的手机数据被运用手段恢复，其中的内容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振。而作为看过内容的我也引起了他们的重视，甚至他们都已经将打砸沃尔玛的小事放到了一边，只询问这些照片的东西。这件事情被第一时间冲上了天河的头条，那些没参与这些事的小弟得到了口风，把约翰的信息扒了出来，将我塑造成了一个不满老外欺辱龙国女孩的英雄。审讯时，我又一口咬死自己是知道约翰在弄这些事，一时激动才做出打砸沃尔玛的行为。外部也有很多人请命，让他们赶紧将我放出来。内外的压力下，直至折腾了整整1天的时间，我签完保密协议便完好无损地走了出来。此件事事关重大，沃尔玛也被第一时间查封，也让张毅根本没来得及将仓库搬空，就被拉去调查询问，两个人的处境也瞬间互换。天哪，那就是曾阿牛吗？本人比照片帅多了。社会大哥就是义气，这件事干得太漂亮了，让他们也见识一下龙国人的愤怒。恭喜宿主成功拦截张毅，窃取沃尔玛物资，奖励无线能源发电机。有了这个奖励，我直接让小弟们将储藏室的发电机全扔了，空出更多的地方储存其他物资。花了1天的时间收尾完所有的事，我已经躺在家中静静等待末世的到来。看来你还是知道吃饭的，时间已经快到了，待在我这里总归比外面好。先别玩了，干点正事。不要啊！各位，雪灾到来，大家都不要慌。天河市的抢险救灾正在稳步进行，我们也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我希望大家配合，之后上头分发物资的时候，这些出力的家庭优先发放，想要报名的直接在群里艾特我就好。这是一场全球性雪灾，请大家注意防护和保暖，非必要暂不出门。专家鉴定，这场雪灾只会持续1个星期，请大家不要惊慌。太好了，可以放假1个星期了。哼，老板请你这样的员工，算他倒霉。他给你发工资，你倒是连班都不想上，真丢人。这是谁在狗叫？一个打工人倒是心疼上老板了，是吧？资本家的走狗。大家在群里面聊着天，虽说对这场大雪有担心，可却并没有认为它会很严重。另一边，张毅根本没有准备多少物资，正在犹豫是否趁着雪没下大出去采购。而我丝毫不担心张毅接下来的行为，即便是他现在出门了，这种灾情下他也抢不到多少东西。天哪，外面实在是太冷了，而且我们根本就没有羽绒服，真不知道这样的气温要持续多久。负50度，谁去外面啊？哎，对了，我记得咱们群里面不是有个人即便下雪都要去上班的吗？他人呐，快催他上班。呵呵，你们现在就笑吧，我昨天就到公司了，一晚上根本没回家，老板夸我敬业，要给我涨工资。新闻都说了，这个雪灾最多就1周时间，你们在休息的时候我在努力，1周之后希望你们能像现在这么开心。这就是你说的末日吗？现在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了吧？我留你一命，并且还让你待在我这儿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，你应该感谢我。感谢你，你对我做了那些事，还想让我感谢你？那行，既然你不识好歹，我也懒得跟你多说，现在给我穿上衣服滚，我绝对不拦你，而且我还送了你件羽绒服。他脸颊的泪水还没干，但是欣喜的表情却难掩，可2秒之后便瞬间变成了怀疑的害怕。真的吗？果然，没有真正体会过危险的人根本不清楚安全的来之不易。你要走我不拦你，但你真的确定要走吗？我确定。那行了，自由就在外面，你走吧。终于自由了。老大就这样放他跑了？放心吧，等他知道外面是地狱，就会想要回到天堂。到那时候，他对我只会是死心塌地，因为他害怕失去这一切。我对周可儿的事胸有成竹，至于张毅会不会收留周安妮，这更不用担心。知道剧本的我清楚，张毅这个人胆小好色，但更胆小，他自己房子都没有达到预期，物资也没有收集到理想的程度，是绝对不可能人进屋的。没有人愿意出去铲雪吗？现在是组织需要你们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不要退缩，现在不出力，之后也别怪上面物资下来时我不给你们了。说得太好了，这种时候就应该大家一起出力。我推荐张毅，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往外跑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你大爷的，你话这么多，你怎么不去？没办法，我现在要吃饭，不按时吃饭身体可会出问题的。对了，大家，你们吃饭了吗？没吃的话，那你们可以看我吃哦。我的炫耀一下点燃了群里面的炸药桶。监控中，他们不断隔着屏幕去问候我的安康，手指头疯狂在手机屏幕上打字，但实际上群里面根本没人回应。这些怂货，骂是真想骂，怕是真心怕。牛哥，您家还有多余的吃的吗？我和我闺蜜平常没有买菜做饭的习惯，所以想问问您。方雪琴，张毅复活后的目的之一，因为他在前世时的死，就是因为方雪云将人放进家中，最后张毅被饥饿的众人分食。白莲花找上门了。有啊，我这边库存很多，你们应该也清楚，这些天我一直在囤货，够我吃个几年的了。牛哥，可以匀我们一些吗？我和林墨轩2个女孩子饭量很小，只要等这场雪灾过去，我俩请您吃饭。这是好说，你俩来24楼，我给你们准备一桌先吃着。牛哥，告诉你个秘密，我的手表是夜光的哦，只有在被窝里才能看清。我家猫还会后空翻呢。哦，不对，我没猫，但没猫会比有猫更舒服些。不信的话，牛哥你试试。这2个女人的威名，在我的那个圈子可以说是传遍了。对于公车私用的行为，我还是抵制的，但是车也不一定非得自己开。
那行吧，不过我这里不要废物，你们两个应该也没什么能力，那就当狗吧。衣服全脱，把链子拴上，以后给我盯着门口的监控，只要有人叫就好了。呀，不要啊！全国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新闻栏目。今天是2050年12月15日，也是全国雪灾的第3天。今天全国的气温来到了一个新低，我们呼吁大家居家避险，非必要不外出。而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气象专家王教授，给我们讲一讲雪灾的具体情况。我理解电视中的讯息，现在这个阶段人最需要的便是希望。绝望之下的人类将会将人性的丑恶彰显得淋漓尽致。此时居委会大妈又在群里蛊惑大家，这些话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连我都差点要信了。原剧中张译面对这些事情都会怒刷存在感，怎么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张译想当透明人，我可不同意。我觉得这话说的在理。张译这段时间在外面囤了不少物资，我建议将他的物资全部收回，平分给所有人。此刻的张译只感觉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凭什么让我给？我记得真正囤了不少东西的人是你吧？你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拿出来解决大家的困难？哦，那行，我也分，我家就在24楼，你们过来取吧。取？谁敢来取？这个单元的所有人都清楚我是干什么的，而且在雪灾之前的冲突还历历在目。人对于自己悲痛的事情都会记得尤为深刻，而且新闻中都说过灾难会过去，谁都会怕我秋后算账。而张译在他们眼里不过就是一个超市仓库管理员，无论是从身份上还是从名声上，张译跟我相比立马就成为了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。之后所有人都在群里附和着我的话，纷纷要求张译将物资交出来统一保管。在获取利益这条战线上，整个单元的业主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。都他妈吵什么？你们谁有吃的赶紧给我送过来，老子掏钱买，2000块钱一顿饭。还有曾阿牛，别人怕你，老子可不怕你。我爹是天河市首富，你这种小人物给他当条狗差不多。你现在给我送点吃的过来，等雪灾过后，我让我爹多提点你。这个机会看你能不能把握住。此人名许当，天河首富之子，在他的眼里所有人都是蝼蚁。你住几楼？17楼。行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带好手枪，长枪就别带了，不打勤的不打懒的，专打这个不长眼的。敢跟老子这样说话，奖励他一个花生米吃。开门送饭。妈的，来也不知道提前打个招呼。饭呢？赶紧给我，我还得办事呢。看看这许当饿了，我专门送他一顿钢管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吃得饱。怎么样，这顿饭满意吗？如果不满意，我再给你加顿餐。曾阿牛，等雪灾过后，我爸饶不了你，现在放了我，赶紧。看来还是不服啊，那我再请你吃一道凤爪。吃吧，请你吃顿肉。怎么样，吃饱了吗？要不我再给你加道菜。不吃了，牛哥，我错了，饶了我。你要钱吗？多少钱我都给你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从小娇生惯养不可一世的许大公子，10分钟前还一副谁都不怕的嘴脸，可现在却哭得涕泗横流，黄白之物都顺着裤管流淌。哎，你看看你，还没吃饱你倒是拉上了，整这么脏影响口感。行了，我也懒得跟你耗了，还有最后一道菜奖励给你。各位，看来许当已经吃饱了，都睡着了。不过我出于好心，他的昆体就留这了，大家都别走开。接下来我还要喂饱一个人。牛哥，别赶我，求你了，我什么都愿意干，我不藏活，求求你别赶我。那行，给你个活下来的机会，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。带走。上去跳个舞，跳好了奖励你当狗，跳不好奖励你花生米。你这个人不尊重艺术，这个舞蹈穿这么多合适吗？跳的什么东西？抱歉啊，各位，这次节目效果不好，耻辱下播。这是什么？就在刚才，2个活生生的就这么没了，而且曾阿牛哪来的枪？此时，单元楼所有人才知道了恐惧是为何物。曾阿牛这3个字瞬间成为了所有人的梦魇和安全隐患，但总会有人打破平静。你们难道就不关心一下被困在公司的我吗？公司的零食已经被我吃完了，老板说雪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，为了节约成本把我开除了，谁能救救我？笑死了，这人还活着呢！群里原本沉重的氛围瞬间被打破，转化为了对那人的嘲笑和讥讽。聊天框再次滚动起来，但总是会有勇气可嘉的人。各位，虽然他被困在公司里快要饿死了，但我们的处境和他也没多大差别。现在曾阿牛已经嘎了人，我们也可能随时不许当的后尘，我们需要反抗。没错，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，雪灾1个月后就结束，他嘎了人，肯定也会趁着灾难时间报复社会。如果现在不团结，我们一个都跑不掉。道理我都懂，但是他手上有枪啊，到时候我们去了，谁站前面？刚刚众人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，此时瞬间被水熄灭。张毅看着这微信区里的这些乌合之众，叹了口气，但能够嘎掉曾阿牛，他还是愿意淌这趟浑水的。于是，在他的蛊惑下，瞬间就收到了10几条好友申请。殊不知，张毅的一举一动都被我尽收眼底。啧，真惨，希望你能多撑几天，也能让我高看你一眼。自由，在这样的人间炼狱，自由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周医生，我看你这些天一直在帮大家忙，我这还有些吃的，你过来拿点吧。周可儿看着消息内心挣扎，这几天他已经见过了太多的人心险恶，
根本不敢同意。周医生别害怕，我对你没有恶意，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我把食物放在楼梯间，你一上来就能看到。不过你得快点，要是被外出的人发现，可就便宜了别人了。周可儿犹豫了片刻，但饥饿最终还是战胜了理智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周医生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做我老婆好不好？不要！难道我要再经历一次吗？周医生，我爱你。你爱你弟！牛哥，我错了，你也喜欢周医生是吗？我让给您了，别嘎我求您了。怎么样？自由的感觉爽不爽？周可儿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似乎千言万语都堵在嗓子眼，喉咙如有千斤重。不过此时他看向曾阿牛的眼神中带着央求和星星点点的仰慕。哼，人性！你不是特别喜欢周可儿吗？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证明你的爱，你和他之间只能活一个，是嘎了他，还是嘎了你？牛哥，我不想死，别嘎我，求你了。曾峰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，甚至都根本无法理解我说的话。你想让我嘎了谁？嘎他！我不想死。周医生，我虽然很喜欢你，但是我还不能死，我还没有结婚，我还……他的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还真选上了。求求你别走，带我回去吧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。哼，你当时自己想要自由，我给了你，现在后悔了又想回来，你觉得我这是公共厕所，来去自如？不是的，我是医生，我会看病疗伤，我对你们会很有帮助的。放我回去吧，牛哥，我求求你了。我说过，嘎了你和办了你对我来说没有区别，而你只有这两条路走，要么臣服，要么死。我臣服，以后您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绝对不敢反抗。很好，你有了这个觉悟，那我也愿意接受你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女仆了，以后要叫我主人，听清了吗？听清了，主人。过了几天，小区此时已经停电了，新的炼狱将从此刻真正开始。佑大叔，什么事啊？牛哥，出大事了！他们现在在另一个群里面正在讨论怎么攻占你的房子。没事，让他们来，我刚好也省得到处跑了。可他们有50多个人啊！牛哥，我知道你家里有其他兄弟帮忙，还有一把枪，可这么多人，这些都不够啊！要不我帮你劝劝他们？别，千万别！戏台子都搭好了，可千万别在关键时候掉链子。佑大叔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些人我有办法去处理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你最好别跟他们一块来，不然到时候我可不认人。你这话说到哪去了？我邮寄超是这样的人吗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没有你我也不会提前去囤货。他们的事你一定要注意，如果能有用得上我老佑的地方，尽管提。挂完电话，我开始给小弟们分发任务。我准备把那些刺头全突掉，将剩下的人全部收下当狗。到时候外界其他人自发组建的团伙对我们下手，这些收下的狗刚好可以成为冲在最前方的肉盾。各位，最后能活下去的机会已经近在眼前了。嘎了曾阿牛，只要嘎了他，我们夺了他的物资，就能撑过雪灾。雪灾过去，你们就好好做梦吧。曾阿牛，你跟我一样，早就知道末日要来临，可那又如何？我的重生将会踩着你们的尸骨走上最顶端。各位，听说你们在搞派对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少了我们的参与呢？动手！这些中弹的注定要洗了，谁想活就嘎了他们。若是不这么做，他们会认为自己双手并没有沾染上罪孽，认为我只不过是在压迫他们，认为自己只是为了活着而忍辱负重。现在，刚才动手的人站左边，没动手的人站在右边。你干什么？我刚才明明看到你没有动手，给我开！想在我们队伍里混，刚才干什么去了？让你嘎人自命清高，不愿动手，现在觉得小命不保，想浑水摸鱼。你们谁把他们嘎了，就可以进另一个队伍。哪里？很好，你们站到另一队。此时我清点了下人手，刚才嘎人的队伍中一共有27人，没嘎人的只剩了8人。冰封来临，先嘎圣物。这些人即便是已经饿到极限，明明有对生的渴望，但依旧被自己泛滥的同情心所束缚。对于这种我绝不可能留下，嘎了他们。好了，你们既然活下来了，那我也不会嘎掉你们。现在倒在地上的家伙，就是我给你们的奖励。你们现在就跟张毅说的一样，有2种选择，要么饿死，要么吃了他们。曾阿牛，你好狠啊！至于吃体这件事，其他人都吃了，不吃就得饿死。就此，第2个群体共识就这么的简单达成了。恭喜宿主挫败张毅计划，增加进度10%，系统空间扩充至1300平方，奖励物品无限水箱。我没有储存水资源，主要是系统给的空间容量摆着这边，放水进去有些浪费。而且我认为冰封来临后用雪化水就好，谁知道这里的冰化水后有股异味，难喝的要命。对头，这个水才对味。雨峰，上来，物资都是你在管，这些天过去，我们有没有需要补充的？以现在储备来说，短时间没有问题。目前的消耗情况，在支撑1年时间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冷冻冰鲜的肉，在这种天气不会存在坏的问题。蔬菜也可以直接通过维生素来补充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火力有些不足，现在平均每人只有150发。如果以后再爆发几次冲突，弹药就没了。老大，你看能不能补充点？行，这个事情我知道了，你们回去好好准备。可能过段时间我们要出一趟门。怎么了，老大？感觉你有些不开心啊？没事。我过段时间可能要离开一阵子，这段时间我们就多擦枪走火下，多预演出门之后的事。
牛哥，我能来你家吗？那个周可儿没什么好的，我的身材比她要棒，要不你放我进屋，好好观察下。牛哥，你别听他们的，虽然我是个男人，但是人生苦短，何尝一试？要不您试试？赶紧给老子爬！全国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黄思远，目前负责我国南部的抢险救灾活动。现在救灾的难度加大，但我们依旧在拼尽全力。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，我们牺牲的同伴也很多，甚至大多数都是一线的指挥员。他们将治疗的机会留给了我们更年轻的同伴，最终长眠在这片风雪之中。黄思远在镜头上面露悲痛，但月山小区的业主群却吵成一片。这个黄思远在那边假惺惺什么啊？你们的职责就是救人，赶紧来我们天河啊！谁在意他们洗了多少人？我只知道他们再不过来，我现在剩下的这些粮食撑不了1周，赶紧来救我！后勤呢？军需处长是干什么吃的？为什么这个战士里面没有棉服？首长，他就是军需处长，前处长已经被冻洗了，他刚接任没几天。随着冰封时间越来越长，新闻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。月山小区中，所有人都迎来了一次新的绝望浪潮。那些不自私的人早就已经投入抢险救灾工作的一线，所以在幸存者偏差之下，能够在群里面说话，还留在这等待救援的人，只可能是更倾向于自私。当然，待在家中的人也有我承认自己的自私，但也绝不会否认那些人的伟大。反正我又不像他们在家里忍饥挨饿、饥寒交迫。另一边，张红胡编乱造了一些理由，让邻居们上交物资统一分配。在张红的威逼利诱下，不停有人在群里面汇报着自己的物资。张红咧着嘴一一记录，表情逐渐癫狂。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胡子，咱们能活下去了。张大妈，什么时候分配物资啊？我家没有吃的了。目前正在统计，并且上头没有通知现在发放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张红啊，你可是帮了我大忙啊！我正愁那些没有被张毅教唆的人怎么去收服呢，你可真是瞌睡来了就递枕头啊！张红，我认你先忍，你放粮不放粮？开门！你对得起我们吗？退粮！交过粮的人全都群情激愤，而没交粮的人趁机幸灾乐祸。啧，你看看你们现在吵得多凶，之前的时候交的有多开心，都别喊啊，去相信居委会啊！冰封之中，人心本身就心浮气躁，事件很快从语言上的攻击变成物理上的批判。情绪积蓄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开始表演了。走吧，外面这么热闹，我们也得帮帮场子。打呀！刚才不都吵得挺欢的吗？都继续啊！双方人马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，根本没有想要动手的念头，这让我有些愠怒。给你们好脸给多了是吧？立马给我打起来！不想打的现在就给我洗！不要！我不打了，这是地狱！我要回去，快放我回去！还没分出个胜负就想跑，我同意了吗？给我继续打！没分出胜负之前，谁都不许走，不然就跟他一样的下场。感谢各位给我贡献了个还算精彩表演，虽然虎头蛇尾，但总体来说能看得过去。既然胜负已分，那获胜者留在原地，失败者现在就直接把命交代在这吧。反正回去也是血，我也算帮了他们一个小忙，你们有意见吗？此时，这些已经饿急眼的人在我面前温顺乖巧的如同小猫一般，对我提不起任何想要反抗的心思。好了，这些体其实你们也可以拿走，不过这东西全凭自愿。既然你们获胜了，那就应该拿去属于获胜者的奖励。而此时趴在门上用猫眼偷看的张红，已经被外面发生的一切吓得发抖。他本来以为这两边人会拼个两败俱伤，从而无暇顾及他，可我的加入却将局势改变。刘大叔，给我把门打开。好的，老大。属于你们的奖励就在里面，去获取吧。你们干什么？这些都是组织的东西，你们没有权利去碰。滚开吧你！吃完了零食的他们满足了自己的需求，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需求。他们打起了生食的主意。明明刚才还站在统一战线的他们，此时彼此之间都目露凶光，新的争端随时都可能发生。都他妈给我老实点，全都给我蹲下！还他妈想打？这些物资由我来分发，有意见的现在说话。在我的威慑下，所有人都冷静了下来，开始默默地等待分发食品。虽然手法粗糙且分配不公，但无人敢言，连不满也成了奢侈品。行了，吃的全都分完了，你们就回去吧。对于门口的铁，我建议你们也都带回去。当然，这一项全凭自愿，可能你们第二天后悔了的时候，这已经被人清空了。牛哥，您这回又给我弄了这么多肉啊！还得是我牛哥，这绝对能保证2个月不挨饿。最近更是越吃越精神了。道德的沦丧，那底线在生存面前越来越摇摇欲坠。对于走廊上众人搬运体的行为，屋内的人也瞬间抛弃了线，与他们争夺起来。但在我的监督下，他们依旧按照平均的方式将所有体分发。此次事件后，整个单元没有了任何其他声音，外出探索的事情在我心中被提上日程，具体的地点什么的，我也需要花个几天时间熟悉和了解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最后一期新闻：人类与灾难之间的对抗在今日宣告失败，以后也将停止间接性供电。我们已经倾尽所有的资源和力量，但是人类在这场灾难面前显得还是太过渺小。
我们愿意为大家提供最后的帮助。营地的位置将会公示，请大家拍照查阅。避难所的位置都在地图上用红色标注了出来，全国各地每个省都有一个标记处，而除此之外，不同地区也有个更大的深红标记。这些位置是末世中人们的最后一线生机，但也预示着危险也伴随其左右。人类的全面沦陷，意味着牛鬼蛇神再也不用拘泥于道德底线，开始形成自己的势力。他们不想被管束，又想要谋求生存，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攻击这些被标记出来的避难所。飞蛾在黑暗中会扑向光亮，但避难所却不一定是光亮。月山小区的喧闹随着时间也逐渐平静，其中反应最小的也正是我在的单元。这些人早就已经经历过绝望，能够活下来或多或少都沾到了我的光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宣告末日降临虽然很悲痛，可精神寄托的我依旧存在。越是绝望，人们就越是想要去依仗些什么，即便是我对他们的威慑剑是立在武力上。可当这则消息一经发布，单元楼的人对我的敬仰却变得空前高涨。想要活下去，那就只能抱团取暖。群里面的人不停对我说着好话，想要由我带领他们在这末日之中苟延残喘。对于他们的请求，我没有直接答复，因为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等着我。现在消息刚刚发布，外面的人会缓一段时间，我们外出的行动必须要抓紧。今天给我准备好，明天我们就出发。好的，老大。而此时的张毅却显得有些愁云惨淡，因为被我影响，储存在他空间里的物资并没有达到他心中的阈值，所以他也准备想趁此机会外出收集点物资。而对于交通工具，张毅被影响到根本没买，只是将末世前自己的车存了进去。但在这极端严寒的天气下，车辆能否正常工作，谁都说不准。这次出去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无论有没有收获，都要平安归来。我知道了，无论是出自何种目的，周可儿关心的话语还是让我的心情不错。将车停在小区不远处，我将车盖上白色的伪装布，直接完美融入周围环境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要等另一个人的到来。老大，他出来了！太好了，给我跟上，距离控制一下，别让他发现了。张毅的车在前面开道，我们跟在后面尾随，两车相距将近有1公里的距离。强子全程用望远镜指引着路线，这可是气运之子啊，基本上走上2步就能碰到奇遇，跳崖捡到武功秘籍的存在。哟喂，张毅，你不在家里面好好待着，怎么跑到外面到处乱晃啊？现在这个世道可乱啊，稍有不慎就会死于非命，你可得多加注意。你们跟踪我？嘿，你还真猜对了，你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不错呀，刚好是天河市的衙门，你这个钱上还挺称职。现在没你的事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我到现在还这么不服气啊，能让你待在龟壳已经是我极大的仁慈了，你最好不要不识抬举。这么冷的天你还受了伤，想要恢复怕是得到稍微温暖点的环境，跟你好好说你不听。你看吧，现在你不得不回了，而且速度还得快，不然这条胳膊能不能保得住都不好说了。我就喜欢你一副想弄死我又干不掉我的表情。至于说伤的事，我已经提醒你了，回不回去你看着办，事情还挺多的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，走了。我总有一天我会嘎了你，总有一天。我们将张毅赶跑后，进入到衙门开始搜寻了起来。可整个3层所有屋子翻遍，别说是枪械了，连一具尸体都没有。这3层是办公和休息区，继续往下搜查，不要放过任何一间房。在黑暗和未知的环境中，消息的传达需要精确和简短。6人排成队形，继续朝着2楼探索。面对这场冰封，他们依旧伫立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即便是温度降低，他们也没有回家避难；即便是寒冷侵袭，他们也没有离开衙门。5具尸体彰显着他们那倔强的灵魂，身躯虽然缩成一团，但却如此伟岸。一层继续看看，这一层基本上开始会有枪械的存放，能带走的咱们尽可能带走。我带着小弟们开始对一层进行着探索，也终于开始有了收获。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搬出来，然后统计一下有什么。小弟们立马开动，装备被一件件搬出门外，其中有不少防弹衣和防爆盾牌，还有7把手枪和2箱45子弹，可却没有我想要的 AK12的弹药。这些装备被清点后全部装进了系统空间，虽说此行还算有些收获，但是也并没有达到我心中的预期。老大，看来这已经没什么可以探索了的。哎，这个衙门可是天河市中最大的，没想到就这点收获，实在不行我们休息完去一趟营房，那边各式各样的东西全都有，也算是不虚此行。但营房位置很远，而且路况也并不熟悉，我觉得还是得提前准备一番再去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在附近找找有没有超市，弄些食物回去也行。听着小弟们的讨论，内心也开始踌躇起来。按照计划，这一趟主要是防止张毅获取物资和武器，战略目标虽说已经达成，但我还是觉得有些不甘心。谁在下面？出来！我操！好在没有受伤，怎么回事？这枪声是从哪传来的？地下室。刚才我们在搜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有些地方不对劲，没想到刚才重新去看了下，还真给我找到了个暗门。好家伙，老刘，你立大功了！从刚才的枪声判断，发射子弹的枪械绝对是步枪。我刚把暗门弄开，还没来得及看里面有多少人，但是从枪声来看，下面的火力不弱。老大，咱们怎么安排？先喊话，没用的话咱们就强攻，他们若是人多肯定会出来巡查，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轻松的进来，到时候都机灵点，我不希望看到有人伤亡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是在末世来临后挣扎求生的人，按照职责来说，你们应该帮助我们，为什么还要开枪？挣扎求生的人怎么可能有枪？现在外面如此混乱，你们应该是其中一方的匪帮吧？听到女生我愣了一下，我设想过下面应当是体格强健的男生，因为他们有更大概率能存活到现在。可当里面女生的声音出现，我心中便有了猜测，这地下室中必定含有大量物资，不然这人挺不到现在。
匪帮不至于，我们身上的枪械也是为了保命才有的。外面的秩序已经崩坏，没有防身的东西，我们也不敢过来。现在外界已经陷入全面混乱了，你即便是继续在下面待着，迎接你的也只有死亡。不如我们谈谈，你加入我们才有更大概率活下去。你们把枪下了，然后过来。放心，我们绝对会保证你们的安全。既然想要谈，你们就得拿出诚意。我们有意思。你们怕是搞错了，虽说我们有意想让你们加入，但也有别的办法处理你们。我们能够选择强攻，也能把你位置暴露出去，驱虎吞狼。谋求合作已经是我最大的耐心了，应该是你们放下武器出来，别本末倒置了。那你们走吧，我们有任务在身，是绝对不可能踏出地下室的。即便是死，我们也会死在里面。真他妈犟啊！我听完这视死如归的话，有些啧舌。我是绝对不想与这样的人战斗的。他们为了心中的信念可以抛弃生命，那么在战斗起来绝对会更加的疯狂。与这种人作战，伤亡的概率将大大增加。这些忠心耿耿的小弟，要是因为这事折一两个再者，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。行吧，我是带着诚心来的，也希望你说到做到。我们会派人下去，但千万要保持克制。如果我的人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会让你们求死不能。强子，你比较机灵，下去的时候看情况行事。如果人多，就先虚与委蛇，然后想办法脱身；人少，你就和阿峰把人控制住。去吧，我的人下来了，可千万别开枪。他们要是死了，我就往里面丢炸弹。我们的诚意已经拿出来了，你们也不要自误。别开枪，我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。别乱动。你们这是干啥？我们都把自己的武器放上面了，你们还搞得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，这就是你们想要谈判的诚意吗？哼，少废话，要先检查一下。被搜身期间，强子通过斜眼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说吧，你们过来是什么目的？是不是在打枪械的主意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没得谈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他们。不，你们误会了，刚才我们有过交火，你们应该也清楚，我们本身自己就有枪。之所以来这，是因为我们刚在附近的超市搜寻了一批物资，刚好到衙门落脚休息。我老大叫我俩下来，目的就真的想与各位合作。你们人少，加入我们有更大的概率活下去。这地下室下面具体有多少人？强子其实也不知道，故意说你们人少也是想要探查这里面究竟有多少人。即便是下面人很多，他也在潜意识中泄露出我们比你们人更多的信息。可是我加入了你们，这些枪械怎么办？我们的职责就是在这守护，怎么脱得开身？这点你放心，我们可以派人帮你们守着。不行，你先听我说完。你们在这待着，死是早晚的，任务也依旧完不成。而与我们合作，你们生命也会有所保证。人活着才能继续完成任务，难道不是吗？那你们又能有什么好处呢？当然是里面的枪械喽。这点不可能，即便是死，我们也不会让这里少一颗子弹。别激动啊，那双方合作总得掏点东西出来吧。现在外面世道这么乱，你们这么有责任感的人，难道不想重建秩序？我大哥和你们的想法不谋而合，他想给那些苦苦求生的人带来生命上的保障，那武器也就是必不可少的东西，都是为了普通人的安全。我们是一路人啊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任务就是任务，我不可能离开这里，你们回去吧。好吧，那可惜了。就你们两个女生想要在这守着，基本上没有任何存活下去的可能。好话不听，就只能来点强硬的手段了。阿峰，下面干起来了，赶紧去支援。里面还有人吗？没有了，老大，就这两个女的。你俩看看这事情弄的，早和我们合作就不用受这个罪了啊！放了我们，知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有多重要？要是这些东西被弄出去，外面就会乱掉的。外面已经乱了，你们是不是在地下室待傻了？老刘，你们三去搜下这里的枪械。江心、江晴，你俩看来还真是双胞胎。二女沉默不语，不过我也很有耐心。我看了看四周的陈设，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食堂大厅。从堆积在角落的罐头来看，这江心和江晴能够活下来，全都依赖于此地有着充沛的食物储备。不过吃得饱是一回事，吃得好是另一回事。他们虽说依靠这些罐头可以维持生命，但这么多天只吃一种东西，他俩早就已经吃腻了，甚至看到罐头都有些作呕的感觉。嘿嘿，哼，你俩在下面都遭罪成这样了，还在这梗着脖子嘴硬，想吃不？不吃你这种人给的东西。好，硬气。本来已经馋到极点的二人，看到那挂满卤汁的丫头，再也经受不住诱惑。那个大哥，能给我尝一口吗？我替我姐给您道个歉，刚才是我们草率了。江晴，你就这点出息？别忘了我们两个的命是谁救的，我们的职责又是什么？你怎么能吃他给的东西？但是我不吃，他们不也是照样给我们武器库给搬空了吗？而且我俩命都在人家手上了，吃一口不打紧的。我没有理会她们姐妹俩的争执，将已经卤到软烂的鸭腿就着蛋炒饭送到江晴的嘴中。本来还在激情互喷的她，瞬间尝到了这漠视之前的美味，卤汁的味道绵长而又浑厚，鸡蛋的微微腥味却十分提鲜。咀嚼一口后，小葱的芳香瞬间在她的口腔爆发，光是这一口就直接吃的江晴热泪盈眶。太好吃了，大哥，我还要。你给我理智一点，江晴，他们是过来洗劫的匪徒，你不要忘了我们的职责。我没忘，我当然记得。但是你现在有什么办法？我们俩打不过，难道用牙咬死他们吗？真好吃。我一勺一勺喂着江晴，江心也越来越气，她目光悲痛地看着自己的妹妹倒在我的糖衣炮弹之下，无力阻拦。饭喂的差不多了，小弟们也将武器库全部搜刮了个遍。20把步枪，最新的步枪被整齐地摆放在地面，其配套的子弹更是搜到了共5000发。除此之外，我需要的7.62子弹也有2000发的补充，还有各种单兵装备和手雷等，应有尽有。除了这些以外，让我最为满意的便是他们还弄到了2把狙击步枪，这可是战场上的大杀器啊！有了它后，我的威慑能力将再次提升一个档次。这一次收获颇丰，这一下总算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去了。把这2个人也给我拉回去，他俩对我们有大用，走吧。
江心和江晴呢？两个人没搞什么幺蛾子吧？其中一个很麻利的就吃掉了，另一个还在绝食。我靠，都到这了还这么横！此时我心中萌生了直接把江心做掉的念头，但却又瞬间打消了。两个人毕竟是姐妹，要是真给她解嘎了，估计现在绝食的就该是江晴了。于是我将江心单独叫出来谈话。谈话过程中，我将冰封后单元楼里发生的残酷视频给她看。江心刚开始看时，胃中就开始翻江倒海，张了张嘴想要反驳什么，但却不知道如何言语。怎么样，这个漠视够残酷吗？我这还有些别的视频，你要不要再看看？不了。怎么了？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没动我，是我自己弄成这样的。我身体不太舒服，先睡觉了。老大，那个江心好傻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他居然都想不明白。正常，自从雪灾开始后，他和妹妹就一直待在地下室，了解外界信息的渠道只有手机上的新闻，但这些玩意大多都是片面的。他们现在就如同一张白纸，根本没有领教过末世的残酷，让他们经历一次就好了。你看，机会不就来了吗？此时，单元楼下一群手持家伙的人在聚集，这些人中有几个我甚至都见过，这正是对面5单元的住户。于哥，这是稳吗？这曾阿牛和他小弟手里可是有枪啊，咱们这点人都不够他嘎的。闭嘴，老子都不怕你怕个球！谁说我们是来找曾阿牛的？我听住在这个单元的朋友说，他们在曾阿牛的威慑下还不少人存活，可曾阿牛压根不管他们。咱们吃的可不多了，再这样耗下去，我们得饿死，才叫着你们搞点吃的。20多个人彼此相望之后露出会心一笑，这样的事他们也已经做过许多次。在每次一食物危机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外出进行捕猎，家中的妻儿在屋内等待他们的凯旋，俨然已经将冰封当成了原始社会。走吧，这圈养了这么多两脚羊，要是弄1万回去，怕是这1个月都不用出来了。把那2个人放出来，他们不是说要维持外界不混乱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给他们家伙，让他们去停止这场混乱。二女还没反应过来，人就已经被我的手下推出房外。他俩从冰冷的地上将手枪捡起，耳畔回荡着从走廊传出来的嘶吼，神经高度紧绷地朝着楼下走去。而此时，于浩带领的人已经搜寻到还活着的住户，不知道有入侵者的住户都被嘎了个措手不及。于哥，他们好像也都是硬茬，我们开了5个盒，有4个家里面都在逐两脚羊，继续下去是不是不太妙啊？于浩没有了刚来时的雄心壮志，开始冷静地思考了起来。刚才一共弄到了8只，这点够我们吃多久？不到半个月就没了。那不行，弄这点东西回去还不够我们吃的，继续向上探索。但是跟兄弟们说，都放机灵一点，如果遇到问题，咱们立马就走，见好就收。正当他们刚刚登上7楼时，一阵密集的脚步声让他们肝胆俱裂。他们刚准备逃跑，可楼道中瞬间跑来40多人，操持着各种家伙将他们团团围住。特喵的，敢来我们单元嘎羊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太好了，你们来也算是好事，刚好又给我们送一批肉。口粮，别跑！从冰封开始就被保护在地下室的2人，第一次见到如此惨状，他们对于争斗印象还停留在冰封之前互相吐口水的阶段。都给我住手！双手抱头蹲在地上，不准乱动！这突如其来的一声让双方瞬间停止了动作。这2个娘们是从哪来的？我咋从来都没见过？我也没见过，肯定是对面的。咱们单元应该没有这么聪明的人。你可以嘎了我们，但不能羞辱我们。这样的人在我们单元活不过7天。没想到你们这还有这种癖好，喜欢圈养老恩啊惨！你们特喵的找嘎！另一边，江心、江晴已经被包围住，生理上的恐惧使得他们不断后退。江心依旧在警告着那些靠近的人，但却毫无作用。姐，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？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，你还在想什么呢？他们有枪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牛哥的人。前2天他带了2个人回来，应该就是他俩。姐，我错了，别嘎我，我们现在就停手，所有人都赶紧抱头蹲下，听人大姐的话，谁敢乱动，我就嘎了谁。于是6单元的人纷纷抱头蹲下，而入侵者们被这枪声吓到，大多数人选择了跟随。不对呀，现在不正是消灭他们和逃跑的最好时机吗？他用余光瞟了一眼用枪指着他们的江晴，还有蜷缩在地浑身发抖的江心，一个大胆的计划在脑中出现。别怕他们就2把手枪，只要我们夺过来，就再也不用怕曾阿牛了。于浩一马当先，直接朝着江晴冲去。他被于浩突然抱起吓了一跳，一枪居然没有打中。当准备再次开枪时，手枪的弹匣中已经没有了子弹。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完了，难道要洗了吗？我错了，而且错的离谱。你们就是暴徒，不值得任何的同情。干得不错，你的行为救了你和你妹妹的命，不光是在刚才的时候。如果你这2枪不开，即便是你俩还活着，我也不会放过你们。看来你现在才终于走出自己编织的童话。你们在家躺得好好的，怎么想不开来我们3号楼？是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，想早日重开？我的压迫感十足，那些入侵者全都求饶和哭泣，但这些东西在我眼中卵用没有。
我知道你们很想把这些肉扛回去，但是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4号楼赶来送喜，那就要让他们感受到我们3号楼的怒火。都给我拿起家伙，给我将4号楼踏平，一个不留。我的话把这帮野兽的欲望之心勾了出来，他们一个个起身走向楼道，朝着4号楼奔去。现在能留在4号楼的，大多都是一些老弱病残，还有极个别的防守力量。当他们面对这些已经被愤怒占据的野兽，只能落得被分食的下场。与此同时，张毅正为自己的计谋得逞沾沾自喜。他从未想过依靠这些人就能斩断曾阿牛的触手，可却能用这种方式惊醒其他的幸存者，让他们对曾阿牛产生敌意和排斥。在他的计划中，4号楼的覆灭绝对会引起其他人的反应。这些人迫于曾阿牛强大实力下，绝对会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。到时候他可以将整个小区的人链接起来，就此让曾阿牛的势力走向覆灭。真是个小丑！经历过此次事件后，江心虽然还是有点抗拒，但在我的压迫下，最终还是选择了臣服。事情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，再加上张毅从中作梗，讨伐我的声音越来越大。哼，曾阿牛很赚是吧？福楼事件后，平静一直延续到今天上午。老大，楼下聚了得有200多人，而且每个人都手持武器。业主群里面也有人注意到这个情况，疯狂在艾特我，让我拿主意。单元楼的其他人倒也不算特别害怕，毕竟血肉之躯在热武器面前只不过是螳臂挡车。唯一所需要担心的是怕我直接放弃掉他们，不愿意出手干预。哼，这群废物敢来我们这边找事，还真会挑地方找死。特喵的，还有人喊让牛哥滚下来，有我们在，谁敢动牛哥一根手指头？一帮野狗罢了，仗着自己数量多就喜欢乱叫，等下全都得变成死狗。所有人都给我在3楼的走廊等好，现在是展现我们团结和强大的时候了。只要现在还活着的，都给我出来应战，畏惧不出者将会得到清算。短短几分钟，3层的走廊就聚集了3单元除张意外所有的幸存者，可60多人还是无法与200多人对抗。我以为曾阿牛有多厉害呢，没想到只是一个想把自己人推出来送死的怂货。相比孙超的轻蔑，黄思琪却紧盯着那些人，目光凝重。你不应该把所有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如果说曾阿牛是一个无能之辈，他们单元的这些人面对我们的压力，应该直接会倒戈相向。能让他们坚守在这边，只有2个原因：一是他们对曾阿牛有着极端的崇拜和狂热，到达了完全忽视自己生命的地步；二是对比于跟曾阿牛产生争斗，和我们争斗的危险性和难度要小很多。孙超听完黄思琪的话只是一知半解，但是杜涛心中却极为认同。正当3人还准备继续谈论一些有关于曾阿牛的事时，一名年轻男子出现到了3人的视野当中。姜文硕大哥，终于见到你了，我们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小姜，就你一个人来吗？你们楼的人呢？都死了。至于我为什么能活下来，待会你们就清楚了。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要弄死曾阿牛。哼，弄死他就凭你，群里面说自己是6号楼的楼长，搞半天就只有一个人啊。你不配和我们站在一块，赶紧滚到前排去打头阵，不然老子现在就弄死你。现在我有资格跟你们站在一块了吗？刚才那一幕被我用监控看得一清二楚，虽说心中并没有恐惧，可却还是有些惊讶。终究还是遇到了吗？知道剧情的我清楚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觉醒异能的人会越来越多。让我意外的是，这个异能者会为了讨伐我而提前出现。难道是因为我改变剧情走向，原剧情也发生了变动？而此时3号楼的住户氛围却变得沉重而绝望。那一幕他们看得一清二楚，在想象到这种怪物将会成为自己的敌人，有些人直接狂躁地朝着楼上跑去。逃亡是这样的，一个人能卷走4、5个，4、5个能卷走10几个。我说了，逃跑和不参战的人都会遭到清算，你们可以洗了。没跑的住户听到这一连串密集的枪声，瞬间欢呼雀跃起来。另一边的敌人们却铁青着脸。不对，这绝对不是手枪的声音。张毅骗了我们，他的火力比我们预估的强大很多。黄思琪表情也有些扭曲，他刚准备和杜涛商量是否直接投降时，却瞟见了站在一旁的姜文硕。此时的姜文硕虽说表情也有些不自然，但对比于他们来说，恐惧却淡了许多。这是有恃无恐。牛哥，那边有个人好像有点问题，跟电视里面的超能力一样，你得小心点。放心吧，右大叔，他就算有超能力，但也还是肉体凡胎，我倒要看看是他的头骨硬还是我的子弹硬。老子就是曾阿牛，不是说要给我弄死吗？现在来啊！我的质问没有人回应，站在远处的姜文硕死死盯着我的脸，手有些颤抖，也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害怕，还是两者都有。怎么，你不服气？我操！他怎么什么都有啊？姜文硕的五官一拧，脑中除了愤怒外，忌惮之心更甚。虽然3号楼从人数上处于劣势，但是因为我的加入，气势上直接压倒了另一方。别人把全员恶人印在衣服上，但我们把全员恶人印在脸上。牛哥，今天的事您别误会，我们只是想与您谋求合作，谈论一下秩序的建立。哦，那你们叫这么多人的意思是？是知道您实力比较强，所以为了自身安全考虑，才揽手下在这守着。这种话你骗骗自己就行了，你的事我们之后再聊。那个闪光小子，听说你对我有意见啊？现在我来了，你想怎么弄死我啊？我随口起的外号引得3号楼住户哄堂大笑，就连他们的敌人也都忍俊不禁。当然，这一切的欢乐都是属于他们的，只有姜文硕一个人被气得面红耳赤。你觉得这些东西就能杀死我吗？那我们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
他这白光还能防御子弹，这是绝对防御吗？不是，你没看他光线变得暗淡吗？都可以透过白光看到他的轮廓了。我细细观察战场的局势，光幕内的姜文硕从肢体轮廓中似乎有些狼狈，也证实了阿峰的话语。行了，子弹破不开就想别的办法，扔手雷。有用，继续丢！我们现在库存很多，都别给我省着，身上的全给我扔出去！这是什么？人类军队大战变种人吗？而此时，张毅的心哇凉哇凉的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曾阿牛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。只要弹药充足，姜文硕必定会惨死在曾阿牛的枪下。若是让曾阿牛成了获胜方，那他张毅就会被扣上一个欺骗者的帽子。他们会将自己受到损失的怒火全部发泄在他的身上，到时候对于自身安全来说，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威胁。不行，姜文硕不能败，即便是不赢，也绝对不能被曾阿牛杀死。哎呦，被发现了！想偷袭我老大吗？那可不行哟！你是谁？是周可儿吗？他虽然和周可儿算不上熟悉，但每次提及这个人的时候，总感觉内心里面空落落的，仿佛是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的感觉。并不是哟，周姐是我和姐姐的上司，我们都是老大的女仆，保护老大是我们的职责，你可不能轻举妄动哦。被枪指着的滋味很不好受，换做正常人来说，都已经吓得说话都说不利索了。可张毅是谁？那可是原剧本当中的气运之子。曾阿牛给了你什么？是食物和水吗？这些东西我都能给你。I know， 现在这个世道，食物和水确实是很重要，但是老大给我们的一样东西，价值远超这些。那是什么？希望。希望？你说曾阿牛能给你希望？张毅感觉自己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？他想要回头，但是顶在后脑勺上的枪管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他自从末世降临以后，杀人如麻，原本200多人的单元，现在就只剩了不到1/3。你觉得像他这种人，能给你活下去的希望吗？不是活下去的希望，是秩序的希望。张毅被江晴一句话噎住，因为正如他所说，虽然曾阿牛在末世之中嘎了不少人，可却也让幸存下来的这些人免除了各自争斗，并且赋予他们了活下去的希望。站在外人的立场上，确实如此，可张毅却不会这么想，他一心只想要嘎掉曾阿牛，即便是被枪口顶着，但张毅还是果断扣动了十字弩上的激发装置。弩箭划破空气，传出尖笑声，但对比于外面嘈杂的环境却又微不可察。江青也对着张毅后脑勺扣动扳机，可手枪却在此关键时刻卡膛。这货还真敢射我！怎么样，没事吧？强子将插在防弹衣上的弩箭拔了出来，摸索了一下被射中的位置。没事，没事就行。赶紧弄死那个闪光小子，后面再找张毅麻烦。话罢，我们加强了火力，而楼上的战斗也正在进行。张毅在射出弩箭的时候，头微微侧身，另一只手运转了空间能力，这才促使江晴的手枪在关键时刻出了毛病。哼！江晴的身手直接震惊到了张毅，特喵的，这曾阿牛身边怎么有这么多能人？张毅虽说拥有无限大的空间能力，比起曾阿牛来说可谓风铃月影全开，但是曾阿牛却总是能够动用自己的所拥有的一切资源，前来反制他的一切谋划。他好像时时刻刻都受制于人一般。可惜了，你要是为我做事，我保证也能护你周全。但是既然是曾阿牛的人，那就是我的敌人。给你老大带个话，我张毅今生必嘎他。这段时间算他厉害，可我却有超乎他想象的能力。任务完成，他刚才的一切全都录下来了，大体上没什么问题。但是他对老大射出的那箭是你的失职，先回来吧，该进行下一步了，该收尾了。你不是说自己是衙门的射击冠军吗？趁着他光幕消失，必须做到一击毙命。收到。他居然洗了，太猛了！牛哥万岁！嘎了他们，我们要让这些人付出代价。3号单元楼的住户一片欢呼雀跃，他们手持着武器，朝着对面的2单元疯狂跑去，将要撕碎一切胆敢阻挡在他们面前的敌人。右继超看到眼前的杀戮，有些于心不忍，但却无可奈何。牛哥，没事吧？刚才那件是怎么回事？是张毅射的，被我手下的弟兄挡住了，没有大碍。那就行。这个小张怎么还这样？再怎么说，大家都是邻居，面对事情就应该一致对外。他为什么还要对你出手？他不只是刚才对我出手。右大叔，你觉得这些人为什么会突然要攻击我们3号楼？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张毅。这小张怎么还做这种事？他以前不是这种人啊！人都是会变的，右大叔，你看现在杀得正起劲的他们，在末世之前是什么嘴脸？张毅现在已经是我们整个单元楼的公敌了，他要是不死，我们将永无宁日。异能者被嘎后，我让3名小弟随同自己这边的住户一同去嘎路，顺便交代他们几个任务，便当起了甩手掌柜。身为老大，很多事情不用去亲力亲为，不然要小弟干什么？老大，刚才真是担心死我了。你说，要是张毅那畜生要是射中了，你就得做手术了。这不是没有大碍吗？张毅的事情之后我会清算的。对了，江晴呢？哼，你怎么一回来就问他的情况呀？他任务完成的并不出色，我惩罚他在卧室里跪2个小时。行吧，你自己安排就好了。我现在还有些事要处理，你先去3楼等我。安抚完周可儿，我带着强子和老刘来到了2楼。老刘拿着望远镜观察着其他几个单元的形势，强子手持对讲机对现场的局势做着记录。只有我一个人比较闲的靠在沙发上休息。外面杀声震天，家里却一片安静祥和，只有拴在门口的林墨轩和方雪云时不时发出几声呜咽，让整体轻松而又宁静的氛围出现了些许瑕疵。这2人到现在都还没摆清自己的位置，养不熟的狗那就不要养了。
别急，等剩下的人回来，我就放你们自由了。老大，人都带到了，全在门口，都押进来。好的。多的话我也不多说了，自己交代。是张毅让我们这么做的，牛哥，我们也是被小人蛊惑了，这是全赖张毅，您的实力确实很强大，只要能放我一命，我绝对让剩下的人对您马首是瞻。废话，你们觉得我不清楚是张毅在背后搞的鬼吗？就你们这些臭鱼烂虾，你们认为我看得上你们手底下的这些人吗？张毅的事情怎么解决？嘎了他！今天的事情因为张毅而起的，是我们没做好，得给牛哥赔礼道歉。我们回去绝对立马收拢其余人，将张毅的昆体带到牛哥面前，以这种方式来补偿牛哥的损失。这黄思琪不愧是在商场之中能够叱咤风云的女强人，立马就抓到了症结所在。杜涛的喜王极大的震慑住了黄思琪，别害怕，反正在冰封之中苟活，还不如死了痛快。你的命我暂时不打算要，但是得看你之后的表现了。来看看这个，我将江晴与张毅战斗时的场景拿给他看。张毅原本抓握的十字弩突然消失不见，而在短短几秒之后又突然出现，这一幕直接震惊到了黄思琪。难道张毅跟姜文硕一样，也有特殊能力？是的，他也是异能者，而且其能力比起姜文硕来说更加强大，是空间异能。怎么，现在你知道了他是异能者，那刚才说要给我赔礼的事情就做不到了？既然这样的，那你也可以。不，牛哥放心，张毅我一定会帮你除掉他，但是鉴于他能力的特殊，我需要谋划一下。这没关系，给你1周的时间，1周后必须行动。嘿，3个楼中能战斗的还有多少人？大概100人左右，其余的要么残了，要么洗了。处在当场时的黄思琪还没多大感受，可现在一听到数据，瞬间就有些毛骨悚然。我们来的时候可是有200多人呢，这一下就没了一半。即便是他在自己的单元楼被人尊称为楼长，可面对曾阿牛这如同恶魔般的角色，也只能跪倒在他面前无助的颤抖。这些人都归你了，我的人会帮你收服他们。不过经历了这次事件，我估计也不会有不听话的了。答应我的事要完成，不然下场也不用我多说了。滚吧，视频我已经发给你了，把这视频散布出去，知道的人越多越好。黄思琪连忙点头，嘴上说着谢谢不杀之恩等类似的话，便出去了。这件事结束了，该下一件了。有多少人自愿过来的？清点了一下，一共有17个，都符合要求吗？至少我们哥3个看完，没有任何异议。那就行，带进来吧。进来的女子立马就被这温暖的环境所震惊。我看着她们惊讶的表情，已经有些见怪不怪了。要是以前倒还能装13，但是如今这种13已经装腻了。从面容上来看，她们五官都较为端正，虽说因为营养不良被饿得有些面黄肌瘦，但等营养上来，想必容貌也能重新焕发。今天把你们叫过来，是因为我们避难所需要3人左右的保姆，负责打扫1层2层的卫生和整理货物。我屋子的环境你们应该也看到了，想留下的举手。说完，在场的17个人全部齐刷刷的举起了手。牛哥选我吧，我会做饭，而且手艺不错。切，会做饭算什么？只要能在这留下，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。就你那身材和长相，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牛哥，你看看我，前凸后翘的，绝对能保证兄弟们满意。从长相上来看，这些人在冰封之前是绝对不会缺少追求对象的。可如今为了能够在我这混个温饱，如今都开始推销起了自己。3观重要，但是3餐更重要。直到强子站到这些人面前，他们的喧闹才逐渐安静下来。想要在这留下，就得对牛哥的话绝对的服从，对牛哥绝对的忠诚。你们但凡有其他想法，就会被淘汰。第一项，把这东西吃下去。看着眼前的玩意，17个人中大多都紧皱眉头，捂住口鼻，甚至还有一些直接干呕起来。我一个眼神，其余小弟就立马将那些人给拖了出去。这些人瞬间就丧失了名额争夺的资格。好了，现在只有12个人了，我说的话也是真的，谁愿意吃下去，谁就能够留下来。强子将盆端到第一个人的面前，那女子表情挣扎，似乎还未下定决心，可盆立马就被端走了。下一个女子看到盆还没反应过来，但强子停顿了片刻后，就又端到了另一个人面前，直到第7个女人。他真吃了！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个女子吸引，她强忍着恶心和反胃，没有细细品尝，直接吞了下去。可当口水划过舌头时，她却能清楚地品尝到一丝甜味。这是巧克力吗？她虽说心中充满惊骇，但是却也依旧装作吃的像是真的。那痛苦的表情和干呕而挤出的眼泪，如同北影教材。整个17人下来后，真正敢于伸手尝试的人只有5人。不错，恭喜你们通过第1重考验。不过也别得意，我所需求的是你们绝对的服从性。下一个任务，嘎了他们。不过这是在我房子，别弄脏了，乐喜就行。我的命令一下达，5人中只有1人十分果决的立马拿起绳子执行了起来。但从他生出的手法上，我一眼就能辨认出他绝对不是个老手，而其他人都十分犹豫，甚至有一个已经吓得浑身发抖，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。可他求助的眼神，在场的所有人都熟视无睹。冰封之前，你不会想跟一个手上染血的人共处一室；冰封之后，你不会想跟一个手上干净的人朝夕相处。圣母和善良在如今只会是害死自己和身边的人的利器。这些人的杀伤力比起真正手上染血的人要更加恐怖。我看着眼前，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已经疲惫不堪的人，有些犯了难。你们4个还真是能够坚持。本来我只想招3个人的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也不挑了，你们4个都来吧。我也懒得继续纠结，4人的表现都还不错，特别是其中一位我尤为感兴趣。
你过来，刚才你表现一直不错，也是第一个敢吃巧克力的人，叫什么名字？唐莎莎。之前是干什么的？还是学生，本来是今年就要毕业的，但是现在看来是没法顺利毕业了。我被唐莎莎的地狱笑话给逗笑了，这种年轻的灵魂留在身边，似乎绝对可以为生活增添一丝乐趣。会打游戏吗？会，我在学校的时候本身就在做游戏主播，赚不赚钱不重要，主要是我真的爱玩。唐莎莎这话一说，我眼神直接就亮了。我现在的4个保姆中，一个会玩游戏的都没有，简直无趣至极。网瘾少女啊，我这边刚好缺一个跟我打游戏的人，你待会就跟我走，其他人就先站在这边吧。老大，这个是你们新来的姐妹，叫唐莎莎。除了整理家务外，主要的职责就是陪我打游戏。3人相互之间对视了一眼，随后看向唐莎莎的眼神，犹如是要将她活剐了一般。各位姐姐，我是牛哥挑选过来陪他打游戏的，之后的生活多多关照。哼，关照倒是说不上，不过你现在似乎没有摆清楚自己的位置。牛哥是你叫的吗？叫老大。游戏上的事情我们不行，但是家务上你得跟这2个姐姐好好学。妹妹，到了这里以后，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，你先跟我来，我慢慢教你。唐莎莎的事情我不用再继续操心了，我坐在沙发上终于闲了下来。恭喜宿主挫败气运之子的计谋，并将附近区域完全控制，系统空间扩充至2000平方，获得系统奖励D级强化药剂1支，可以整体强化宿主各方面身体素质。这是个好东西啊！我没有犹豫，立即喝了下去。老大，您没事吧？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我快担心死了。我捏了捏赵艳荣的脸，示意让她放心，感受着自己身体上的变化，随手拿起茶几旁的棒子，稍一用力，就看到了其弯曲变形。这怎么可能？老大，你的力量怎么变得这么大了？你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，跟好我，以后带你们再见识见识别的。我此刻的心情极度愉悦，对药剂的效果十分满意。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子张毅，天命值已归零，请宿主速速攻破气运之子避难所，并且斩杀气运之子。终于来了嘛！虽说现在时机已经到了，但是想要真正打掉张毅，那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张毅身为原剧本中的主角，本身就鸿运滔天，我之前的那些行为都没有威胁到张毅的生命，所以才能屡屡得手。但现在要真的将其斩杀，那事情的发展会如此顺利吗？在一切行动开始之前，都需要进行缜密的谋划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。在此之前老大，现在吗？就是现在。这几天我每天起床就会盯着张毅家中的监控，甚至弄了个警报装置，只要张毅一出房门，我就能立刻知道，目的就是为了将其困在家中。但身为气运之子的张毅也不会束手就擒，那天他偷袭曾阿牛失败时，就已经预料到曾阿牛会对自己动手。但即便是这样，张毅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曾阿牛将自己的底牌泄露出去。这种近似于阳谋的手段根本没有打算瞒着张毅，但却也直接触动到了所有人的神经。对于现在自身所处的这种情况，张毅也直接选择将计就计。现在几乎月山小区这一片的人都清楚他是异能者，而人类天性的慕强在此时也被凸显了出来。有不少附近的势力或者小组都寻求与张毅合作，他们其中的实力有大有小，但大多都散落各地，散是满天星，聚是一团火。张毅要做的就是将这一盘散沙聚沙成塔，以他们的力量帮助自己去对抗曾阿牛。差不多了，各位，我们可以正式开锣唱戏了。牛哥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都可以直接踏平张毅的安全屋。但是我观察到附近好像聚集了不少陌生人，这些人无妨，这些人都是张毅找来的。他从未想象过张毅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，内心中也隐隐对这次行动的结果有些担心和不安。牛哥，那我们现在还行动吗？当然，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得需要把这些不速之客给肃清了，不然咱们杀不掉张毅。给我停下！再往前走就开枪了！别冲动，我过来就是想跟你们的首领谈一谈的。哦，你是张毅请来的帮手吗？帮手倒不至于，但是我们却是挺想让张毅活下来的。那你们其他人过来是准备来营救张毅的吗？我这样的武力设伏直接逼退了许多势力，即便是一些比较大的势力，他们也会考虑到与我作对的成本问题，从而选择离开。怎么，现在还有人想要去救张毅吗？牛哥，现在物资匮乏，想要活下去只能外出寻找食物，所以当一方势力拥有这种异能者，也就意味着外出的次数将会减少，而每次的收获将会增多，所以各方势力都很愿意与他合作。您要杀他，就是准备跟所有势力不对付，您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说这么多干什么？详细也不用这样。还有其他人想救张毅的吗？有的话就留下，没有的话就走人，到时候打起来，子弹可不长眼睛。我发完话，剩余的7人手脚并用的朝着自己的势力跑去，我这样的行为直接宣判了要与这些人正式为敌。特喵的，都是一群废物！手机中都是各方势力给他发送的消息，其中大多是谩骂和表示自己无能为力，可一人的消息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看来你还是命不该绝，刚才曾阿牛的行为触怒到了我，他会为此付出代价。看到这则消息的张毅背后吓出一身冷汗，因为发送消息的对象是刚才被曾阿牛击毙的黄衣男子。小心！隐蔽！江西，给我看看是从哪来的人，赶紧给我处理了！
正在处理，但是他们人数不少，而且都躲在建筑后面，实在没有办法。该死的！你们都给我回去看着张毅和守着强子，我一个人行动。别看我呀，咱们赶紧过去灭了他们。他哪来的装甲车？我们子弹打上去根本没用啊！要不我们撤吧，反正大哥肯定不会有事。再在这待下去，我们都得交代。不行，大哥恢复还得要点时间，他也没法把车开进来。只要能拖住，我们还是能跑得掉的。阿强，牛哥，你这动作和枪法，怕是以前当过兵吧？而且绝对在比武里面有成绩。右大叔，你就别打趣我了，我这都是自己练的三脚猫功夫，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，先把这些人处理掉。强化药剂对我的强化还是巨大的，如今的我拥有着远超常人的身体素质和反应速度。牛哥，你这是牛屁！牛哥呀，这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？这个可能我天赋异禀吧。咱们先别纠结了，继续往上走，等把他们肃清了再说。随着我们朝着顶层不断的探索，楼内的这些老六也在被我们一一肃清，直至我们到达楼顶，这些人也终究熬不住这样的损伤。等一下，别进来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们不至于动刀动枪的。啊！放了我，我什么都说，放了我！你们这些人都是哪来的？为什么想着偷袭我？张毅跟你们什么关系？一连串的问题朝那人抛去，在疼痛和恐惧面前，他没有犹豫片刻。别嘎我，我什么都交代。我们是景东小区的，这次行动也是我们老大策划的。他对张毅的能力很感兴趣，所以特意让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救走。景东小区离我们月山有个2公里的距离，也算是附近，但他们怎么从这么远跑过来？因为我们老大十分需要张毅的空间能力。我们景东小区差不多在平阳区的区中心，旁边有不少大型的商场，为了争夺里面的物资，我们附近的几个小区都在疯狂的相互杀戮，但每一次我们将超市攻占下来，可能屁股还没坐稳，其他小区的人就会过来抢夺，所以每一次我们都没法运送很多食物，就得被迫撤走。所以你们老大想把张毅弄过去，下次你们把超市攻占下来后，就可以让他将物资横扫一空。是的，而且不止我们附近的其他小区也都想把张毅请过去。那其他小区的人呢？现在应该快来了，我们将人员分成了2个部分，一路跟着我们老大直接来营救张毅，另一路拦住其他小区的人。从时间上看，其他小区的人马上就要过来了。听到这则消息，我的眉头更深了。但虽说现在心急如焚，可我心中还有一些疑惑。行了，这些东西我都清楚了。最后问你2件事：你们老大是谁？你们的枪又是哪来的？我们的老大就是您嘎的第2个人，他亲自和您去交谈的。但他不都被我弄死了吗？你们至于为一个喜人和我们开战吗？死，他会死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你们看看，他还躺在那边吗？我和右继超瞳孔同时缩小，2人赶忙朝着月山小区的位置眺望。刚才混乱之时都未曾注意，直到现在才发现那在雪地之中惹眼的黄色，此时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那你们的枪呢？枪这个问题，我相信你们也有答案。你可以看看我们使用的武器，就知道他们的来源是哪了。那时候我们3个小区团结一气，死了差不多快1半的人，才好不容易弄到100多把。其实我到这栋楼后，便已经注意到了他们所用的都是清一色的军械。再联想到之前新闻曾经对这块区域进行过救援，心中早就有了猜测。可曾经是退伍老兵的右继超竟然直接哭了出来，抬起手枪朝着那人的坤体又补了2枪，全身因为愤怒止不住的颤抖。这帮畜生，他们好心营救，可这些人竟然做出这种事，真该死啊！他的力量比我还强大，好在我早早就已经在为右继超布局，现在非但不是敌人，反而是关系不错的好友。这东西是我弄出来的吗？是你弄出来的，而且还是我亲眼所见。右大叔，看来你应该也觉醒异能了，而且还是刚刚觉醒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我看向右继超的眼神虽说是赞许，但是心中却是有些复杂，绝对不能与这样的人站在对立面，要尽可能的拉拢他。不过这些事情都得放在之后，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做。这人有点多呀，除了拿枪70多人外，他们后面还跟了得有200多手持刀具的。这些人应该是准备等他们攻下来后来收尾，准备的还挺充分。而此时，这些准备攻占月山小区的人却一脸轻松。你说那个张毅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咱们这回可以说是倾巢出动了。如果过去发现是骗我们的，该咋办？咋办？他发了这么多视频，我们还专门找人看过了，没有剪辑的痕迹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张毅是不是还活着？对啊，我听说他们小区里面也有人搞到了枪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用的一个方法，说不定我们过去的时候他都已经死了。异能者哪有这么容易死？景东小区的那个我们都杀了7、8回了，但每一次都活蹦乱跳的回来。他喵的，我们进埋伏了，赶紧找掩体。江心，能不能把那2个头领先弄死？不行啊，老大，他们现在已经躲在雪堆后面了，我看不见他们。刚才我判断失误了，我以为有功夫闲聊的那2个是头领呢，没想到他们真的只是单纯心大。没事，这不怪你，你继续给我压制住，只要敢露头就给我击毙掉。
让那些炮灰给我冲过去，找6个胆大的扛着防弹盾牌，其他人跟在他们后面，只要敢退后，直接给我毙了。现在到你们拿起手中的武器保护家园的时候了，都给我鼓起勇气！只要你们近距离接触，他们就不敢开枪，但若是后退，你们必死无疑。牛哥现在已经把他们压制在雪堆后面了，差不多800米的距离，你们从楼房后面绕过去，只用在最后100米冲刺，赶紧去吧。不，我不去，这些人是你们惹来的，凭什么让我们送？啊！我要回家，我不想死，我老婆还在家。现在还有人不服吗？有的话尽管说，我弹药管够。刚才还在胆怯和崩溃的2人直接被当场击毙，让剩余的人也不敢有其他声音。盾牌你们找6个人扛着，老大说了，只要愿意的人，无论究竟有没有活下来，都能领到1个月的口粮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当条件被抛出，6个人的人选瞬间就位。他们将盾牌从地上捡起，其余人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。出发！等一下，你难道觉得自己不用去吗？给我跟在队伍后面，如果前面有人溃逃，你也得死。可是磊哥，我一个女生。女生怎么了？畜生都不行。你要不去，我现在就弄死你。你走还是不走？走，我走。自己的老大被强行推进队伍，其他人心中并没有什么悲痛，甚至还有些想笑。在他们眼里，黄思琪就是鼓动他们送死的人，就是曾阿牛邪恶的爪牙，就是罪孽的延伸。记住，只要冲上去了，即便是死了，家人依旧奖励7天口粮。要是逃跑，口粮非但没有，家人全部肃清，你们自己掂量着办。炮灰队伍开动，预估的差不多7、8分钟才能赶赴战场。我们的压制依旧在继续，但是活下来的敌人们已经感知到了我们的方位，并且不断在朝着3个方向进行还击。右大叔干倒了几个？2个，他们都藏到雪堆后面了，实在没办法打到。正常的，不过现在他们反应过来了，火力上我们陷入了劣势，要不要玩点刺激的？怎么玩？别忘了我们楼下还停了装甲车，等炮灰快到了，我们就冲上去，敢不敢？不敢！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以前好歹是当过3年侦察兵的，连这点胆量都没有，还不得被战友笑死。咱们走！黄俊生，咱们是走还是留？走是不可能走的，但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咱们这边动静太大，容易把其他势力引过来，到时候事情更麻烦。把没枪的派过去接近他们。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这些人走到一半不得全死光吗？就算让他们送死，也不是这种方法。我真不知道你脑子是怎么长的，你让他们从那边绕过去，直接从他们小区后方进去不就完了？有道理啊，那我带人过去，你在这边守着，等我们那边干起来了，你就立马过来支援。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，只要把张一弄过来，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了。想想家里面的老婆孩子，他们还在家里等着你们把食物送回去呢。有敌人！该死，怎么在这边遇到他们了？完蛋了，我们都得死在这！他们手上有盾牌，肯定是全副武装过来了。他们也没枪，怕个卵！把他们弄死，我们就能活下去了。谁敢跑，谁家人都得给他陪葬。手持枪械的双方人手都站在队伍的后方，并没有选择相互射击，他们的子弹都是留给那些想要逃跑之人的。两边人可谓是想到了一块，还刚好在半路撞见。右大叔，我们的人和对面的人碰到一块了，咱们现在赶紧去支援。我不放心月山小区住户的战斗力，除了自己3单元的住户对我有着狂热的崇拜，其他人可以说只能算作乌合之众。如果这些人没有挡住敌人的偷袭，除了士气上被影响外，那整个月山小区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处境。弄死他们倒是没什么难度，但是让张毅跑了就得不偿失了。江心，你跟你妹妹给我把那些拿枪的压制住，正面就交给你们了，别把他们放过来。周可儿，把我们单元的住户留10个继续堵门，剩下的全带出来，让他们支援。还有强子怎么样了？他没事，子弹打中防弹衣了，没伤着他。那行，让他跟留守的10个人守在张毅家门口，千万别给他放跑了。去做吧，我正要带领小弟踏平张毅安全屋，却不料多方势力前来支援。留下10个人跟强子守在这，其余人过去支援阿峰他们。听着门外的嘈杂和大批的脚步消失，张毅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李金泽。李金泽只是让他稍等片刻，便再也没有回话。黄俊生想带人前去支援，不过江心和江晴的狙击枪让他们的前进备受阻力，倒是让月山小区的支援部队先行到达战场。杀！这些穿着防刺服、佩戴头盔，并且对我有着狂热崇拜的人，战斗力绝对是月山小区中最强悍，瞬间就将站在面前的人撂倒一片，无论敌我。不对，这些人不对劲，这些人都疯了，快跑啊！滚回去，给我滚回去！快跑啊！
再继续留在这，我们都得死。我看谁还敢跑！黄俊生领着持枪者进行无差别射击，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月山小区住户，一个照面就有300多人不幸倒地，白色的血层都染成红色。老大，他们的人也支援过来了，我们被压制住了，你要多小心。你们撑住，我马上到。老大，还有700米就到了，直接冲过去，我要给他们送点惊喜。这特喵是哪来的装甲车？艺术就是爆炸！不打了，我们投降。我看了一眼疲惫的小弟们，开枪！所有不确定的因素都被一一肃清，我的表情也难得的轻松了下来。现在只用回去将张毅的龟壳撬开，一切就皆大欢喜。老大那边已经将敌人全部击退了，最后的收尾工作做完，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回来。都给我打起精神，别让张毅跑了。看来最后还是得靠自己，只要能跑到楼下，把车取出来，就能跑掉。正当张毅准备开门出去时，楼道里却突然传出了混乱的声音。张毅，给我滚出来帮忙！你特喵还等什么？我都要挂了，他手枪也没子弹了。你特喵不是说他没子弹了吗？现在是真没了。李金泽说完这话后就直接咽了气。强子还想扣动扳机，但枪中已经没有子弹。他顺势抄起手枪，直接砸向张毅，用另一只手掏出匕首与张毅近身格斗起来。真是个坑货啊！两个人相互坚持着，双方都受了不小的伤，但强子却更加严重，右边胳膊已经无法动弹，可他仿佛没有痛觉一般，依旧站在张毅的面前，虎视眈眈地盯着他。别拦着我了，这里这么冷，你的伤再不去治疗，你的命怕是都保不住。你只是曾阿牛的手下，没必要为了他的事情把命搭进去。强子没有言语，因为手上的动作已经给了张毅答案。张毅一边周旋嘴上，一边口吐芬芳，心中的机遇和疼痛让他时刻保持应激情绪，肾上腺素也在此时疯狂的分泌。这特喵怎么跑？难道我张毅今天真的是必喜无疑吗？你在狗叫什么？你怎么过来的？你不应该从地上醒来吗？这件事之后再说，先走人。拿走！我靠，他疯了！交给我。行了，咱们赶紧走吧，都已经差不多4分钟过去了，再拖下去，曾阿牛该回来了。留在避难所的江晴、江心还在屋顶与人对枪。江晴抽空看了看手机中的监控画面，刚好看到张毅和李金泽相互搀扶朝着楼下走去，心中顿时出现了不好的预感。这两人都是异能者，而且能力都格外的难缠。他曾经与张毅对战，那神出鬼没的空间能力让他直到现在都记忆犹新。李金泽前来救援张毅，强子拼命阻拦，却不料最终被老六偷袭。江晴发现情况不对，立马前来支援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江晴，他们出单元楼了，你赶紧找位置准备射击。我瞄张毅，你瞄李金泽。耳麦中传出自己姐姐的声音，他强行忍住悲伤，立马移动到合适的位置，将仇恨和愤怒装入枪膛，想以这种形式为强子出气。2把狙击枪同时响起，震耳欲聋的声响在整个房间内回荡。他精准无误地瞄准自己的目标，可子弹打碎了车辆的玻璃，却没有伤害到车内的任何一人。怎么可能？我们两个难不成都没瞄准吗？姐，应该是张毅用了空间能力，将子弹封存到空间中了。你继续盯着外围的人，他俩交给我。江晴冷静地重新将狙击枪架设好，将一颗特殊的子弹塞进枪中，随后将准心放在汽车的油箱位置。死吧！枪声响起，整个汽车瞬间爆燃，车尾瞬间化成一团火球，两个人狼狈地从车中跳出，随后钻到一处雪堆后面。见没有将二人嘎掉，江晴显得十分沮丧。可二人丧失了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，也算是将张毅的死亡的命运变成了板上钉钉的一件事。而此时曾阿牛等人也已经赶了回来。张毅往哪个方向跑了？他往西侧去了。强子呢？伤势怎么样？严重吗？已经将他送回安全屋了，伤势很严重，命虽然保住了，但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在床上躺着了。他们走不了多远，看着地上的脚印前进。因为车辆受损而只能徒步的张毅和李金泽顶着风雪漫步在城市之中。张毅也不清楚眼前的男人会把他带向何处，不过以现在的这个阶段来看，他唯一能够相信的就只有李金泽了，也只能将疑虑暂时压制下来，继续跟随。再往前面走1公里，就差不多到我说的地方了。那是我外出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小区，里面都是富人，有些人肯定也有避难所。咱们直接攻占下来一个。张毅拖着疲惫的身躯挠了挠头，一脸的不解。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去了，不就是纯送死吗？还不如先找个地方落脚藏匿个几天，
等曾阿牛这边松懈了以后再做其他打算。不行，我的异能维持不住了，急需补充食物。我那副话没说完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车声，李金泽立马趴了下来，通过翻滚滚到了街道的一个小巷子中。张毅也有样学样，与他一同藏匿了起来。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有效的消除脚印，虽说还是会在雪地上留下痕迹，但是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正当二人躲好时，车也随之停在了刚才他们所处的位置。老大，脚印消失了。没事，我知道他们躲哪了，跟我来。就在刚刚，留在屋里的3单元住户们破开张毅安全屋的瞬间，系统就已经判定我将安全屋给攻占。但系统的任务除了攻占安全屋外，还有击杀张毅的选项。当我完成了前一项时，系统就已经在暗自给我指引了张毅的位置。别藏了，我知道你们在里面，再不滚出来我就丢炸弹轰炸了。几百个炸弹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抗住。有了物理上的威胁，张毅和李金泽才从屋里走出来。哎呀，牛哥，这不是巧了吗？还在这遇见了。张毅的表情逐渐疯狂起来，从空间拿出10字母。被弩指着的我有些隐隐的不适。我知道张毅这个人除了有空间能力外，还有出色的射击天赋，可以在一定距离之中做到100发100中。既然你诚心送死，那也怪不得我了。曾阿牛，你当时羞辱我、欺压我之时，可曾想过有今日？我说过此生必杀你，一定说到做到。上路吧。谁上路还说不定呢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？难道你也是异能者？这是空间异能，张毅，他和你能力一样。无数的信息在张毅的大脑浮现，他之前所做的许多行为，似乎都在针对于我的空间能力。他早就知道我的能力，并且他也可能是跟我一样，是重活一世的人。好快！你该庆幸他能这么快的死掉，你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。曾阿牛，我一定嘎了你！希望你说到做到。我和你一样，除了空间异能外，还有别的能力。你是弹无虚发，那我就肉体强化。可惜啊，有人重活一世，却还是要被我踩在脚下。我这一说，就相当于直接摊牌了。张毅的一切我都十分清楚，但我却没有给张毅反应的机会。匕首将张毅的左手也削下，直接断送了张毅的空间能力。不服？现在服不服？这种场景换成别人都会认为曾阿牛是个魔鬼，但是在小弟们眼中，此刻的他却光彩夺目，让人敬意。把那昆体带走，张毅还活着，给他绑上止血带，别让他死。回去吧。车辆引擎的声音渐行渐远。正当所有人都觉得尘埃落定时，在小巷子旁边的一处雪堆中，李金泽的身影翻出垃圾桶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看来张毅确实是必死无疑了，那我之后也要被盯上了。这特喵叫什么事啊？李金泽扶额叹息，他的脸色惨白，浑身虚弱。他当前的状态其实是因为他异能促使他近乎于复活的能力，其实并不完全是真正的重生，而是复制。他可以凭借自己摄入的能量复制出另一个自己，并且可以操控复制体，帮助自己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。不过他的能力也有着一些限制，比如复制体只能存在一个，并且需要大量的食物给自己提供能量，才能分化出分身。我们把张毅带回来后，李金泽的昆体却不见了。对此我并没有什么意外。随后我让周可儿对张毅注射肾上腺素，让张毅醒来。经过我的多次敲击，也使得他从一开始的桀骜不驯，最终找回了他的本我。那个胆小好色的张毅开始变得唯唯诺诺起来。从张毅口中了解到，他重生后就对我有着天然的厌恶，并且无时无刻都想搭掉我。张毅的回答确定了我内心的猜想，气运之子对我一定有所改，命运之手啊！我心中嘟囔，但是立马整理了下思绪，继续问话关于李金泽的事情。我俩才刚认识，但是我对他的感觉十分奇怪。怎么个奇怪法？就是当你在现场时，或者当我们俩同时面对你时，我会发自内心的天然对他产生信任，但是一旦脱离了你的世界，我就会对他产生抵触的心理。这是两个气运之子碰一块了，我略微有点头疼，但还是继续认真的听着张毅叙述。据他跟我说，他之前家庭还算美满，有一个爱自己的媳妇。不过在突然有一天，他媳妇难产，需要一大笔钱进行救治，可老板却以这几天他工作不认真的缘由，将他的工资扣押，从而导致自己的妻儿因此离世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，他从公司辞职，但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倒。等醒过来以后，冰封就已经初步降临了，并且他也在那个时候觉醒了自己的异能。等回到小区之后，适应了道德崩塌的世界，他也开始了自己的末世求生之旅。他的目标就是找到那些曾经欺压并且嘲弄他的同事和老板，将这些人一踩在脚底。而现在的他是景东小区的负责人，凭借自己的能力攀登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，并且也在不断的想着将自己的势力朝外部进行扩张，一边去寻找自己的曾经的同事和领导。身世倒是挺悲惨的，你们这些人大多都有着极强的复仇欲望。你重活一世，想要把我们这个单元的人全杀光，他想要弄死自己的同事。那你知不知道他老板叫什么名字？他说过叫段宏。段宏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听过。这个人您确实见过，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债务人，在末世之前还欠了我们500万没还，我们还没来得及上门就已经下雪了。所以李金泽他老板实际上扣押他钱的目的是为了平我们的账，应该是这样。这特喵的，这货绝对是下一个气运之子没跑啊！张毅所知道的信息全部说完，我便给了他一个痛快。恭喜宿主成功夺取张毅所有气运，并且将其斩杀。完成斩杀任务，系统空间已扩张到无限。奖励 C 级治疗真迹1支， D 级强化真迹8支，奖励射手视野能力，奖励食物100吨。将所有奖励领取完毕，系统又给我派发了新的斩杀任务。正如我所料，
此人就是李金泽。